当新闻发布会在全世界直播的时候，叶晨也没想到白宫的反应竟然会这么快，也没想到对方的公关竟然做得这么好，没能给他们带来太大的困扰。这对叶晨来说固然是有些失望的，不过他自己原本的计划和目的都已经达成了，通过让日本人发现问题所在，彻底搅黄了破清会那位长老勘探南极的计划。以现在整个南极风声鹤唳的形势来看，那位长老绝对不敢再对任何一个国家的科考队动手，这也就意味着他失去了现代科技以及团队的助力。无论他到底在南极寻找什么，现在基本上都可以告一段落了。叶晨推测，这位长老接下来的计划大概率就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老老实实的躲藏起来，一直等到南极的冬天过去再想办法混入商业旅行团队，返回其他大陆。如此一来，叶晨倒也不用太过担心对方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威胁。接下来还可以继续找合适的时机，通过极光来获取更多的大日如来手印。可接下来的几天，原本南极冬季很常见的极光，连续几天都没有出现。没有极光，也没有给叶晨带来太大的困扰。他便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闭关上，让自己的大日如来手印越来越娴熟，也能给自己积攒更多的灵气。此时，身在数十米冰洞之内的吴柏林，心情已经糟透了。他虽然打算直接闭关到南极的夏季，可是前几天发生的事情算是彻底乱了他的道心，让他整个人变得十分焦躁。因为这几天他仔细回顾了一下，这件事情后续会给自己带来的麻烦，只是因为自己搞出来的一点小动作，就把美利坚的军队都吸引到了南极。这意味着美日两国政府肯定都已经意识到了不对劲。按照常理来说，他们肯定会竭尽全力地调查清楚日本的科考队员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而那些人都被自己做了心理暗示，到时候只会让调查进入死胡同。但这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种死胡同在国家机器面前会显得十分诡异不正常，因为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存在几十个人心理防线都无法攻破的情况。一旦让这两国政府都觉得这件事情很诡异，后续的影响一定会很深远，他们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悬案，不停深挖，直到挖出真正的原因。而吴柏林除了担心引火烧身之外，更让他担心的就是这件事如果闹得太大了，会不会传到英主的耳朵里？自己在南极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一旦英主责问起来，自己该如何回答呢？如果自己只是告诉他，自己在南极搞出这些来，都是为了寻找一下南极的天才地宝，英主一定是不信的。那这就意味着自己必须要跟他说实话，告诉他关于飞升之门的事情。到时候英主会不会责备下来先不说，如果英主相信了这个传说，集结整个破清会之力来南极寻找呢，那自己可以说就错失了一个天赐的良机。按照吴柏林自己的设想，如果自己能够悄悄找到飞升之门，并且获得更多的修炼资源以及修炼功法，自己的修为提升肯定不在话下，甚至还有可能像英主那样得到万古长青丹的资源。英主的阳寿已经只剩不到100年了，如果自己能够活到500岁的话，那么破清会很有可能就会在英主寿终正寝之后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他追随吴飞燕这么多年，太清楚破清会的实力和产业究竟有多庞大，能执掌这个组织简直就是无冕之王。可一旦这个机缘被吴飞燕掌握，那自己可就彻底失去机会了。而且这都还只是一个比较好的设想，吴飞燕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以及行事风格，吴柏林是很清楚的。如果真被他知道自己有这么大的事情瞒着他，他一定会失去对自己所有的信任，自己将来在破千会的地位也会不保。越是想这些问题，吴柏林的心态就越差，让他尝试了好几天都无法真正意义上的沉浸到闭关中。原本这逼仄的冰洞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困扰，只要他入定之后，周围的一切都不会再有所感知。可正因为无法入定，他对这逼仄的环境
也开始产生强烈的厌恶情绪，那感觉就像是忽然得了幽闭恐惧症一样，焦躁难安。然而天气还在和他对着干，原本在这冰层之下，他抬头还能隐隐看到极光透进来的些许光线，以至于不会有那种完全陷入黑暗中的感觉。可是这2天极光消失了，更雪上加霜的是，月亮也消失了。南极的月亮和太阳和其他地区都有很大不同，进入到极夜之后会有几个月的时间，根本就看不见太阳，但是月亮会以大概15天为周期进行轮换，也就是说，在将近15天的时间里，月亮是一直挂在天上，但是在下一个15天里是完全看不到月亮。这几天没有了月亮，也没有了极光，整个南极大陆的可见度低到了一个极点。若是站在天穹下面，还有依稀的星光，勉强能够辨清事物轮廓。可吴柏林身处这冰层之下，点点星光根本就无法透进来，这让他的冰洞几乎就变成了完全的伸手不见五指。无数次尝试入定都没有成功之后的吴柏林，叠加了此时极度黑暗的环境，心态已经有些崩了。他甚至恨不得立刻就从这里冲出去，哪怕外面需要额外消耗灵气，去应对零下60多度的极寒天气，他也宁可选择出去。打定主意之后，他彻底放弃入定，起身便准备破冰而出。可让他没想到的是，眼睛在这极端黑暗中适应了几天之后，他忽然察觉自己的脚下似乎有某处透着极其不易察觉的光亮，那种光甚至都不能不配叫做光亮，它就像人在闭上眼睛的时候，眼睛里出现的那种雪花纹路一样。所以他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在这种极端黑暗下出现了某种幻觉或者幻视。一开始他并没有放在心上，只想着尽快从这个鬼地方出去。可是那诡异的微乎其微的光亮，平时闭上眼睛出现的光斑纹路似乎还有些不太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闭上眼睛时发现的那些不知为何物的纹路是随机的、运动的。频繁眨眼睛，那些纹路会在闭眼的时候感觉四处漂浮，可是无论他怎么眨眼，脚下冰盖深处传上来的那一抹光的纹路却从来没有改变过位置。忽然意识到，这可能并不是自己的幻觉，而是真实存在的。想到这里，他不禁喃喃道，那帮日本人在南极勘探了1个多月，反馈回来的结果是冰盖下面除了冰还是冰，只有上千米的冰盖下面才有岩石。换句话说，这些冰盖几千万年前可能就已经成型了。那这底下的微乎其微的光，又到底是什么呢？